这一次，29岁的白鹿不再被观众宽容，深受于正力捧，手拿顶级资源的白鹿也会成为网友们攻击的目标。01内娱活人，有多少人第一次认识白鹿，是因为这张穿着大花袄、扎着双马尾、呲着大白牙傻乐的表情包？彼时，有人说他故意立搞笑人设，也有人喜欢这种真诚不做作的性格。毕竟，生活中谁身边还没有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朋友？可深扒之后才发现，这就是真实的白鹿。提到家庭，提到自己在高铁站工作的父亲，他一脸骄傲。话音落下，便是许久的沉默。除了大宝贝接话打破了尴尬的气氛，剩下一人都是一脸耐人寻味的笑。提到自己的生活，他只是在猜词游戏中说了一句冰箱里有碗，就成了沙溢、郑恺调侃的目标。冰箱里怎么会有碗啊？是头天晚上的剩菜吗？白鹿的辩解，脸上我哪里错了的疑惑，让台上的队友一脸无语，台下的嘉宾哈哈大笑。提到自己的消费观，双11不买东西，没有消费的白鹿也成了男嘉宾取笑的理由。事后，蓝台又把那段视频截出来，配上了省钱小能手的文字，那一刻省钱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。这些嘲笑声把一个小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，引起了路人、粉丝的同情。相较于79元一支眉笔1点不贵的李佳琦，650元不够吃一顿早餐的苏芒，699元买不了一双袜子的张雨绮，一个月伙食费7万块的李湘。也难怪有人说白鹿真实的不像个养尊处优的女明星，再加上为人仗义，进了娱乐圈就把闺蜜弄到身边，安排了一个小助理的工作。平日里带着闺蜜逛超市，几百块钱的水果说买就买，出门给闺蜜打伞，坐飞机给闺蜜升舱，看到闺蜜喜欢的明星也追上去要签名。不仅开通了亲密付让她随便花，就连自己的银行卡密码都没藏着掖着。爱笑，待人真诚，没有偶像包袱，一系列的考古不同于其他女星的高高在上，让网友给白鹿贴上了内娱活人的标签。此后，白鹿的观众缘直线上升，拿到了跑男常驻女嘉宾的邀请不说，女主剧本一个接一个送上门来给她演，各大品牌也是纷纷发出邀请，点名让她当代言人。或许是看到了这个人设带来的流量和利益，其他艺人纷纷开始模仿。代表事件包括，但不仅限于张凌赫腹泻式营业、马天宇质问营销号、张雨绮上小号吃瓜。俗话说，人红是非多。随着名气的上涨，白鹿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网友们审判的话题，连带着风评也越来越差。首当其冲的矛盾点就是演技。02花瓶，普通家庭出身的她，当年只是一个梦想走女团路线，还去韩国当了几年练习生，惨遭淘汰的中专毕业生。如果不是恰好当了模特，给网店做模特，大概也不会被猫的树工作室发现。那时，白鹿的长相很有韩国美女的感觉，加上2颗标志性的小虎牙，这不就是小说中的初恋脸？就连捧红了杨幂、赵丽颖、袁姗姗、吴谨言等艺人的于正都对她另眼相看。一见钟情的女主角人选，合同一签就是5年。于正会在社交平台上晒合照，也会亲切地称呼她为我家女孩子。或许当时有人说她错把于木当珍珠，如今再看，不得不承认她独具慧眼。在贵人的帮助之下，白鹿整了牙，顺利出道。先是在《梦回朝歌》中露了个脸，第2部戏就拿到了相当重要的戏份，一人分饰女将军和康王小妾2个角色，咖位直逼女1号关晓彤。也难怪有粉丝戏称，这镜头多的哪里像是凤求凰，干脆改名或旋转吧。有争议就有热度，有热度就有流量，
不管外人怎么说，白鹿这个名字是被人记住了。7年的时间，演了17部戏，14部都是女主角。这运气，这资源，让多少从小角色爬上来的演员眼红。也正是如此，刚当上演员那几年，她才会被观众冠上花瓶的名号，暗讽她空有一张脸，没有演技。可外人不知道的是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白鹿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拍摄警察荣誉时，为了拍出理想的效果，她拒绝使用技巧、替身，全程真人出镜，要求对手演员来真的。拍摄古装戏招摇时，她饰演的陆招摇有不少武打戏需要吊威亚。巧合的是，生理期也到了，可白鹿从未说过什么，靠着吃止疼药硬生生扛过去了。拍摄《周生如故》时，明明不是从戏里哭到戏外，大概就是这份敬业，让她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。当初被嘲讽的苦戏长相，也在崔时怡的衬托下得到了很好的中和，连带她和周生辰之间相爱却不能在一起，最终从城楼上一跃而下的爱情，也成了观众心中的意难平。直到2021年，白鹿的名字入围第32届华鼎奖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，才有人发现她不是什么花瓶，是个有演技的实力派，也担得起演员2字。作品质量稳步上升的同时，流量也跟了上来。那个笑出双下巴的表情包跑男里性格豪爽，玩起游戏全力以赴，把快乐传递给大家的真实，不仅让收视率低迷的节目组受到关注，也让白鹿的咖位直线飙升，从2、3线艺人顺利跻身1线行列。可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黑料。03人红是非多，第一个被扒出来的就是参加品牌方活动的时候，本来是结识大佬、拉拢人脉、为星途铺路的好机会，可白鹿去了之后，反倒落得一身骂名。究其原因，还是他在现场的表现太差了。碰杯环节，其他人不是弯下腰以示尊重，把自己的杯子往低了压再去敬酒，只有白鹿高举酒杯。1米开外的人怎么敬酒？直接端着杯子穿过另一个高层头顶，在空中敬一个，结果不仅没碰到对方的杯子，还差点撞到对方的头。虽然白鹿家境不好，没有机会接触什么高端宴会，但就算是最普通的人，也该知道不能在别人头上敬酒。再者，进入娱乐圈之后，生活富裕了不少，难道会连礼仪老师都请不起？第二个被扒出来的，就是身为一个推广大使，介绍品牌方系列名字的时候，竟然把名字忘了，好不容易想起来，还把名字发音读错了。虽然有主持人纠正，但白鹿也因为不敬业被推上了热搜。第三个被扒出来的，就是他多次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是个男人。从2016年到2023年，白鹿在性别 CPU 的路上就没有停下来过。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场所，明目张胆嫌弃自己的性别，用男孩子来标榜自己，用男霸总形容男演员的角色，用小母狗形容自己饰演的角色。一时间，网友也分不清这到底是镜头下的人设，还是本人的真实想法，连带着白鹿也成了大家抨击的目标。没多久，白鹿发了道歉文案，为自己的不当言论买单。虽然认错态度良好，但是确实伤了一些粉丝的心，一夜之间丢了不少粉丝。毕竟，一个坐拥几千万粉丝的公众人物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很多人。如果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过关，大概会得罪资本，面临被抛弃的窘况。如今更是被人扣上内娱普女的标签。首先，这个词来源于一场网络评选，将近3000人的投票，最终于舒心、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4人以高票胜出。背上这个标签没多久，就接连在宁安如梦
和《以爱为营》2部古偶剧中出演了大美人的角色。一个是还没出场就被千金小姐们羡慕嫉妒，被长公主夸赞一看见你就心动的江雪明，一个是保安看了犯迷糊，闺蜜见了都忍不住夸上一句你这张脸真是倾国倾城，祸国殃民的杂志记者。可镜头一转，这张脸似乎缺少了第一美人的惊艳感。牛奶皮肤白梦妍，绝世美女白梦妍，仙女下凡白梦妍。虽然白鹿说过这句话，但从来没有网友当真，只当是录节目的梗。毕竟美人不是谁都能演的，长相清纯，有着邻家妹妹气质的她，只有找到长相和角色适配度高的剧本，才能演出角色的魅力，否则观众的支持只会越来越少。